及时止损还是继续？哇，及时止损这词儿出现了，这一看正正问的吧？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遇到感情问题，肯定是感情上的，就是比如说一段恋爱关系，你是要及时止损还是继续，或者是你们可能在暧昧或者怎么之类的。关键这个佩佩一听就知道是谁了。泽泽也知道是谁。对呀。今天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嘛，算是及时止损吧。对，我们俩其实都算是及时止损。他就是用词用的不太好。他还说了一个悬崖勒马，也不太算。是的，其实他是大量的会使用这种负面性的方式去表达，那这种可能就会让关系走向恶化。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在对待感情的时候，有些觉得就是谁把话说得更狠，谁好像就是赢家。太在意输赢了。那我说我看法吧，就我觉得及时止损需要挺大的勇气吧。我觉得是对两个人都负责任，还要公开来说哈。可能当时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心里会比较难过，但我觉得是对双方未来的负责。都听得懂在说什么。继续发展下去也没有结果，可能碍于不想让对方伤心难过，选择继续下去，我觉得这才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就是说清楚，一刀两断。这用词儿，这样的话，对方也不会有压力。是我的话不要，觉得及时止损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合适的话，可能及时止损。挺好。怕什么？及时止损吧。我觉得“损”这个字就是有一点点在计较得失了。不要去想及时止损这个问题，就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敢爱敢恨的人吧。那遇到一个合拍的人很难的。你以后还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吗？要多久呢？你不知道。你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不就是伤心吗？伤心了之后就会好呀，你还可以继续重新开始呀。哎呀，反正我是这样子。好虐的好勇敢。我觉得就是及时止损还是继续，它是一个选择嘛。如果你选择了要及时止损，那你就要承担放弃这份感情给你带来的痛苦。对。以及之后你每回想起，如果当时继续下去，其实应该会有多美好的那种回忆的那种痛苦。但如果你选择继续走下去，那你就要承担两个人继续磨合、继续接触、继续去改变自己、去适应对方的这个过程。对。但是你也有可能会获得，两个人相互磨合之后，能够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未来。泽泽说的比较好啊。OK， 下一个，长久稳定的恋爱关系中遇到了更心动合适的人，会如何选择？这又是谁留的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扯。就是我觉得你心动一个人，你需要相处吧。你在有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之后，你去跟一个人相处了，然后你心动了，这不就是精神出轨吗？这不就是精神出轨吗？刚想说呢。是吧？谁提的问题？对啊，我觉得这也太扯了吧！就是自己精神出轨，那你就不要找一些什么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变推理节目了。那你就断掉就好了呀。除非就是你真的是看这个长相心动吗？还好是匿名的。就可能他就是两边都想要得到这个长久稳定的关系，能够带给他安全感。比如说这个人对他很好，照顾他，但是同时这个新认识的人又能带给他，比如说荷尔蒙上的刺激，或者是这个人很漂亮，让他在其中两难，然后让他无法抉择，就是这个点吗？对吧？就你两个都想要，你干脆就都不要。
2个都得不到，我祝你。讲得太对了。大家都是有经历的人，真的就是你时间长了，你可能会慢慢的忘记了，就都是有故事的啊，你们。是。你几岁了？还想喝一瓶。我也喝一瓶。畅清。来，一人再分一瓶。草莓。草莓的吧。哇！好漂亮！哇，这太酷了！每天都有烟花看。哇，这太酷了！太酷了！有这么酷吗？这太酷了！怎么越放越多啊？越放越多了。好漂亮啊！哇！我之前在日本看烟火大会的视频可以发给你。就那个特别大那个。超级大。烟花真的很治愈人啊！每年都会看几次烟花，很爱放烟花。每天都有烟花看，哇，每天都是浪漫的桥段。哇，这里有畅清零蔗糖酸奶，还有我超喜欢喝的黄桃味。我要我超喜欢喝的草莓味。好喝又没负担，晚上来一瓶垫垫肚子刚刚好。超好喝，每次喝完都还想再来一瓶。嘿 ，Hello， 我是第4天的张张。我是第4天的张张。说好像要相互的继续进行了解。其实没有人想成为被选择的那个。现在我想当着8个人的面，我好像一直没有和任何人去讨论过我们俩的关系。你觉得你最开心的一天有发生改变吗？他陷入了纠结。正正啊，正正你在玩火。我觉得他们好成熟，他们面临的事情是，我觉得一般人不一定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都真的生活当中会面对很多的事情，就包括他们刚刚讲说你们怎么看待，就是父母之间没有爱情。我都不会去问我父母有没有爱情，因为他说了，我觉得也挺尴尬的。我们有，不尴尬吗？就是他们做父母以后会有责任。我爸妈都是属于那种也不在我面前吵架，就不制造出那种家里面很阴霾的那种氛围，所以属于这种。我爸妈天天吵架，经常吵架，可是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之间是爱的吵架。然后我觉得父母之间如果没有爱情，那我觉得这辈子能找到一个人互相陪伴也很不错了。老伴儿嘛，最后对老来伴儿。不要太焦虑，因为你才20出头，在你眼里呢，可能那不是爱情。在他们的眼里呢，可能那就是生活。是的，而且他们此刻感觉自己不是爱情，可是到真正要生离死别的那一刻，又会觉得是爱情了。对，就是爱情，它其实有不同的阶段，3餐4季、柴米油盐，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是。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像比如说小葛吧，说他父母是离异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原生家庭它是叫影响不决定。父母无论是否有爱情，我们都要努力的、积极的去建构自己的爱情，不要因为原生家庭而影响了我们未来的选择和未来的行动。这一刻想畅清，接下来进入畅清神秘任务环节，我去拿一下我们的畅清盲盒。好的，那我手里拿的呢就是我们的畅清盲盒，里边呢是有我们零蔗糖的草莓和黄桃2种口味的酸奶。我会按照大家抽到的口味分成草莓和黄桃2大队，然后呢围绕我们本期的神秘任务来进行比拼。来，请大家猜一猜，今天有哪几队双向留言了？哇！然后今天的惩罚是什么呢？现场给你们觉得最想问为什么的电视里的人打电话现场打电话。
可以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啊！你没听过他们本人的声音吗？打电话。紧张了哈。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留言板给到大家。第一个毫无悬念的就是枫叶组，枫叶对枫叶，他给不给张张啊？肯定给张张，张张还给他吗？张张也只能给他了。你说郑郑和泽泽还会不会双向留言？我觉得不会了，我觉得可能会。你觉得会吗？我觉得可能会的。如果你们想打给谁啊？不知道。我要打给小葛和张张。我打给张张说，哎，小葛在旁边吗？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草莓队，他们觉得郑郑跟泽泽还会互留，对，其他2队是一样的。可以，我们这样有点分歧挺好。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揭晓一下今天的留言结果喽，请看。好，我想坐在这里。是要坐上面，不是坐，这是听的，哥是听的。Sorry， 别太荒谬啊！因为那里很暖和。我坐这儿吧。好。哎呀，可以。我发型会不会太乱了？看看，还行。还行啊。对。他俩开始磕别人了。对他俩现在观察室了已经。开始吧，谁先上？真烦。有事。空的。哎呀。歌主打的是个没有吗？下一个。不可能没有。Hello， 小蜗牛。好会取代号哦。今天又当然是会留给你啊。今天是第一次和你自驾去一个城市，我也很开心。如果有以后的话，我相信也会自驾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和城市。眉头一皱，这是什么表情呢？单数天的表情，哎。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当着第3个朋友的面，你总会选择和朋友交流，不太理我。我真的觉得很神奇，能碰到你这样的人。什么叫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怎么了？看来我们的喜好都有点相似。哇，行了，翻版了，别说了，真的是别太说话了，太像了。你可能会觉得，和我说太多或者交流太多会尴尬吧。当然了，我也知道融化一块冰是需要一个过程，对，融化一块很冷的冰是需要一些耐心。我也愿意反复的去尝试，我也坐后面吧。那我坐前面吧。好的。哎，我想跟你坐后面。我要躺着睡觉啊，可能要。你不要睡着了。睡醒了。救命！困死我！蜗牛的触角一碰到就会缩回去。我也愿意反复的去尝试。小葛真的挺努力的。谢谢。你俩能不能站这挡个分儿啊，哥？谢谢。我今天邀请了你2次坐我旁边，你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想当着8个人的面，再次邀请你，张金云，你愿意坐在我旁边吗？你愿意坐在我旁边吗？整得很痛苦呢，把他整的哈。如果，当然，你不愿意的话也没关系，我下次多努力。拜拜。拜拜。哎呦。挪了一下，挪第2呢，真的。今天的我是
说实话是单数天，不愿意的。點解呢？这也算是喜欢他的表现吗？不知道，我看不懂。可能也。发生什么事了？猜不透。今天的我是不愿意的。怎么了呢？怎么了呢？回答。好难受啊！对不起，他不想这么急吧？是不是有2个人啊？2个人来回录，双胞胎。说啥都听见。我就说不愿意啊！那我现在感觉。他不会没给小葛留吧？空的，小葛打开空的。嘿 ，Hello， 是双向的吧？第4天的 Pico， 你好。第4天。那为什么说是第4天呢？我是第4天的张张。今天是我们的毕业舞会。我是一个比较回避型的人嘛，但我觉得还是要给一个正面的答复。我想回复你那天问我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这种舒服、很开心的这种感觉是喜欢还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种很开心的这个感觉你有没有？我对你相处之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开心。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快乐，很开心。然后，对于第5天的 Pico， 你好。我其实对你挺有好感的，你不用在乎我的感受，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就可以了。我就想知道，真实的想法。我是现在的张张，我可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对你无法产生朋友之外的，就是说太多的好感。哇，无法产生朋友之外的好感，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无法产生好感，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无法产生好感，无法产生朋友之外的好感。哦，可能我一直在浪费你的时间。拒绝了吧？还得是你啊，哥。果然不出所料，但是我确实我也磕了，磕破皮了。还得是我呀，我磕的都是猪皮了。你磕太猛了，又给人磕没了。又给人磕没，我是爱情毒药，快把我毒哑吧，我不想说话了。可能我一直在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你这个人有时候让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刻意去搞一些恋爱中的东西，就是你就会让我有点下意识的回避。但是当你做你自己，正常跟我相处的时候，就比如帮我拿伞，帮我烤东西的时候，我又觉得很舒服，觉得蛮开心的。我就有点蛮奇怪，我自己也挺奇怪的，我是知道的。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再见。再见。发生了什么？小葛还能好不？勇敢小葛不怕困难。伤心，实际上是喜欢他的表现。不是不排斥，但没有喜欢的感觉。昨天不是好好的吗？脑壳痛啊！脑壳疼啊！没事没事没事。
我去了。音乐 BGM 都变了，变轻松了。Hello， 小峰，我是小叶。昨天你说你生病了。今天峡谷回来的时候，身体有些不舒服，你能替我照顾照顾他吗？我本来是想问的，但是我的记性实在是有点差，当时好像有很多杂事，然后我就忘记问了。不知道你今天生病有没有好一点？不过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事了。你会发现今天我戴了谁的眼镜？我呢？我也在你的衣服口袋里给你准备了东西，你可以看一看。他们都不摸自己口袋里。这样手机被偷了可怎么办呀？药包。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之前泽泽问过你，你对你目前最有好感的女生，喜欢的程度，你觉得达到了%多少？那现在的话，你会跳多少下？10下。这样我们就约法3章，稍微让我有几个能让我去努力的方向嘛。哇！其实小峰他的心很小，小到装不下什么人，可能只能装得下1个人。我竟然还是有点爱看。我也是。是吗？可能是刚刚被苦到了。吃累了。他会不会这辈子都用跳的？僵尸不停。快乐的一只小青蛙。还跳？你看我就说吧。其实昨天已经好差不多了。我忘记了。就算腿不跳，头也弹。Hello， 小猪蹄儿。都爱起外号是吧？今天的小峰3.0呢，从《速度与激情》开始。坐下我的副驾。怎么样？我今天的车技还是可以的吧？开的还是挺稳的。昨天留言的时候你提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特别感觉到你的搞笑细胞。那么我今天就跟你讲一个笑话，你知道，猪被孤立了之后会变成什么吗？它会变成猪骨力。他笑话为什么这么老啊？对，命令你看我们这期的 reaction， 把这几个笑话都背了。现在我的搞笑细胞还没有进化完全，只有傻笑细胞。你回头看小峰的笑脸。今晚餐桌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你生活中可能缺少一些仪式感，但你还是挺期待这些仪式感的。那么我们就把今天定为小猪蹄节，好不好？好。为什么说好的时候咬牙切齿，握紧拳头？他自己握紧的。你在30秒之内喊出咒语“小峰同学，小峰同学，小峰同学”，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小惊喜。还有呢，今天看你一直在咳嗽，好像感冒还没有好，记得按时吃药，早点休息。小峰同学，小峰同学，小峰同学，
小芬同学，小芬同学，小芬同学。交出来，交出来。哎呀，我天哪，魔术！妈呀，真的好甜哦！现在看，哇，是连环留言是吧？嗯。哇，真的好甜哦！呵，你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干什么？啊，看到了叶子。干什么？这是什么？你画的好丑啊！啊，下一个吧。人家在帐篷里花了好久呢。时间用心。唉，我们真的辛苦。又到了成年人的世界了，先甜后苦，回来了。Hello， 滕总，我是佩佩。这2天的相处呢，让我觉得我们聊的就是还挺开心的。不管是昨天的雪山，那你知道我最喜欢异性身上的哪个点吗？哪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差不多。那挺巧的，怎么会这样？还是今天我们一起自驾到大理，都让我觉得我们2个还是挺合拍的。但是来了。但是，这2天你的举动稍微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费解，就是你和泽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也想过很多了，但是呢，可能就是表达的有点不清晰吧。就是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车上聊天的时候，你说你不想成为被选的那一个，所以你选择了退出。我也不是很喜欢被别人做选择。你知道吗？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是你是因为泽泽在你和范范之间做选择，而你不想成为这个选择，所以你才选了我。哇，并不是因为你觉得我好而选择了我。想得很清楚，思路好清晰哦。我觉得这样子对我其实很不公平。没有人想成为被选择的那个，所以我希望你能跟我，解释清楚这一点。直接来。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你给我一种好像，你要在我们5个女生中里，必须要选一个人接触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就是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没有心仪的人选的话，其实你可以谁也不选。谁也不选。敢爱敢恨。还有今天在饭桌上，你有说过，及时止损也是对那个人好。最后的问题是，你是想及时止损还是继续呢？不太妙。哇哦！没有人想成为你要在我们5个女生中里，你是想要选一个人还是继续的？哇，这3个问题像3把刀一样的扎的，非常的夯实。我会和你说清楚。包括我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吧，和你好好的说清楚。还有啊，泽泽吗？泽泽。哇哦。今天是来到大理的第1天。我现在录着留言，抬头看见了好多星星。你就望着这片天空，听完这条留言吧。
45度仰望夜空，这样眼泪不会掉下来。昨天晚上我们不是也聊天了吗？但好像我们聊得很差，因为昨天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很多话也没有说清楚，所以就最后在这条留言里告诉你就好了。我好像一直没有和任何人去讨论过我们俩的关系，不管是纠结、矛盾还是喜欢，我们太像了，倔强又别扭。我们两个算是最不合适一点，可能就是两个比较慢的人。我们都很怕先一步让对方察觉喜欢，好像这样就输了。好，这个方式。我原来以为我们俩这样相处着很舒服，即使我们俩都不是主动的人，但觉得好像一直这样也挺开心的。正正啧啧，今天很开心。两个人可能会慢慢越来越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感情这个事情，原来好像别人更主动一点，我就会被落在后面。你愿意和我就是一起雪山冒险吗？好。好。所以可能以后不管怎么样，只要出现一个比我主动的人，更适合你的人，你都会动摇。你都会动摇。我不喜欢这样的竞争。当我发现这是一段三角关系的时候，我就会退缩。我不想和另外一个女生去被比较喜欢。我是一个很隐忍的人，就像我对你有好感这件事情，没想到在最后的这个时候才说。对你有好感这件事情，没想到在最后的这个时候才说。但是也没关系了，我也准备好去重新认识应该去好好认识的人了。还算是及时止损吧，对，我们俩其实都算是及时止损。那我撤了。好了，分手了。你真的要放开我了吗？哎呀。正正啧啧，今天很开心。1、2，然后看到这边，3、4。哇，你得拉住我，我就很害怕随便掉下去。掉下去，超开心。我抓着你的手指就好了。我感觉你拉不住我。我拉住你。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骑马那天打水漂，他要哭了吗？哭了。我们说，输了的一方要答应赢了的一方一个要求。好，都记得的。那么我的要求就是，看着我，和我说一声拜拜吧。哎呦我的妈呀！看着我，和我说一声拜拜吧。这。然后希望你每天开心。今天的烟花真的很漂亮，拜拜。好彻底哦。大家好，我叫泽仁拥挤。哭了。不说。拜拜。拜拜。拜拜。哇！哎呀！
虐死我了！哎呀，我好难受啊！我去了。他没有。今天又难受一个。我觉得，其实说缺点的话，你觉得很开心？我可能今天的留言也主要是跟唐王正就是正式的 say goodbye 吧。想要结束，就感觉跟他太累了，真的很消耗我自己。然后接下来想要跟你好好再接触一下。还挺好。我没有跟你留言，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目前觉得我身上不好的3个点是什么？我就到时候假装我听到留言了，然后我直接回答你。也可以，是不是？就是真的才相处没多少天，然后没有发现什么缺点，然后倘若让我一定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不够自信，对。我觉得你其实笑起来的时候，人露出牙齿其实挺好看的，但你可能觉得自己牙齿不是很好看。你笑一下，我笑。问你的虎牙气，看看人家的嘴。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目前还没有发现，后面假如发现了，我也会跟你说。其他都挺好的。好了。好像一个小太阳。好，那我去吧。他会不会没收到？应该不至于。正正会不会给他留 ？Hello， 佩佩，我是七七。七七给他留了。哦，七七。本来说好的，我们有一场从丽江到大理的自驾旅行，但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能完成。我们也说好的继续进行相互了解吧，但是也总是一直在错过。在我的角度看，我感觉你和正正的相处起来，还是对他比较有好感的。哇。他在难过。如果他好难过。有机会单独和你出去的话，我还是会主动邀请你的。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正正各自开一辆车，你会选择上谁的车呢？他就喜欢问这种问题。啊，没了。正正留给谁了？正正没给他留言。正正留给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好。我也不知道。他也不上他的车。对，因为他对正正应该也有点动摇了，就是正正在车上说的那番话。正正的留言去哪儿了？来了。Hello， 泽老板，我是饶保镖。很会取外号，这里面每个人都很会取外号。小蜗牛，还有一个什么小猪蹄儿。今天还是我啊。首先，我要讲一讲昨天的留言规则，真的很 nice。就是第一次听到你的留言，其实我真的哇，难以言喻的开心，真的太开心了。Hello X， 我是泽泽。然后今天早上见到你的时候，就每天都会被你的造型给惊艳到。哎呦。然后今天在车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状态真的很放松，很放松。一起来，宇宙的远
所以像今天，我觉得我们聊天就是聊得很开心。这个事情还要问我泽总。对，泽总这样的感觉真的特别舒服，特别舒服。然后打乒乓球的时候不用讲了吧，真的是有点运动天赋在上面的。排球有天赋，乒乓球有天赋。但是呢，你今天不是其实感冒还挺严重的嘛，所以，主要就是还是很担心你的身体吧，还是希望你晚上能早点休息啥的，对。然后我想问问你，就是截止目前以来，你觉得你最开心的一天有发生改变吗？那就今天问题就这么多，早点休息，拜拜。最开心的那天应该是郑泽，看见了，应该是荒野之国的那天，但是他已经跟说完拜拜了，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过去了。真好，我太开心了！哇哦！他嘴都笑裂开了，嘴巴都合不上了。来了，郑的留言在这儿呢。哎呀！他们俩不会说的话又一模一样吧？有可能。Hello， 泽，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天哪！给你的最后一条留言。昨天我们也有聊关于我们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说清楚。我觉得还是直面我自己的内心吧。第一天我们没有什么接触，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自信、漂亮，并且很有教养的女孩。第二天呢，我们一起去打了篮球。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这也让我产生了想对你继续了解的冲动。第三天呢，我其实没有想到你会来我的编程课，因为我觉得我的课是非常的枯燥的。但是你来了，我还是很开心。虽然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 Python 作业，我会监督的，就是还是会有点遗憾吧。现在完成。第4天呢，我们一起去跳了舞，虽然我们编排的时间很短。这也是我第一次和异性跳舞。第5天呢，我们来到了丽江，我们一起去骑了马，骑了3蹦子，并且教了你一直想学的滑板。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其实你是我前几天最有好感的女生，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一些问题。你不是一个主动的人，我也不是，并且我觉得其实你也一直在犹豫，没有明确你的心意。你看一模一样，两个人简直。我能坐这儿吗？可以啊。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在未来产生隔阂。我们可能会有些时候走在一起，但是始终对对方的期待会让我们产生更大的问题。我想邀请我一起雪山冒险。好 ，OK。他们俩为什么说的话好像？小心点。基本上都会接到你的。感觉这上面阳光现在正好。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及时止损。希望你能够及时止损，没有压力的去接触其他人。我对于之前对你造成的困扰，在这里对你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呢，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珍惜旅途剩下的时光。
其实真的差不多。真正难受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一模一样。还有路吗？还有你。Hello， 你猜猜我是谁？你有病啊 ！Hello， 陆老师。哇。然后我们俩今天给你录音，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希望，因为看见你可能比较难过，就是有点负担，就是有点重。真好。好暖。其实第一天也跟你聊了很多了，然后就是理解你在这趟旅行中这2天会，因为每次到晚上就会不舒服。真好，真好。但是我们都是希望你在这个旅程里面，它不是有爱情，我们还有友情。就比如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咱们这群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真的真的好奇妙啊，就很有缘分。但是我们组合就是相遇了。对，我们就很奇妙就被分到了一组。我们3个也一起做手工，然后我们也一起聊聊天，然后讲讲自己的心事，还有自己的一些困惑，自己的一些见解。然后我们都希望你做自己任何想去做的事情，都没有关系。哇！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女生，所以就不要害怕说有太大的负担包袱。其实我们都很好相处的，然后是蛮好笑的几个人，就是。对，尤其是我们的张老师。哦不，也是葛老师，不，还有骆老师，对，你是一个挺成熟的女孩子，就是卡壳了，你就不要，就是说不出来，不要硬说的。哎，你又在那边，你又开始 diss 我在那边。没有硬说，什么叫硬说？就是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快乐，然后对，收获一场奇妙的夏日旅程。对，就这样了。好了，我们就不叨叨太多了，再见。再见。好，走吧。哎呦，谢谢你解开我张老师的疑惑，拜拜。好可爱啊！好可爱哦。这段真的挺温暖的。就是，没，本来不想哭的，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就是可以 handle 很多局面，然后可以跟很多人很自然的，就是打成一片。但是这次我来，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因为时间原因，就是跟大家错过了很多一些经历什么的，就是没有办法100%的去融入大家。然后同时就是可能我自己性格也不是以前那种性格了，就是变得比较的自我保护，然后也不太主动，这些都是我这趟旅行的收获吧。我觉得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处在某种困境里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开心能够收获你们这些朋友。总之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照。哭死我了，又哭了，烦死了。我们留言都听完了吧？嗯。那我们走吧。走吧。走了。友谊万岁！耶！做个自由的人，去吧。泽泽跟正正连最后的留言都一模一样。他们其实真的就是2个拧巴的人，对，谁都不愿意去主动迈出第一步，对，好像先说的人就有一种输了的感觉。但是其实你看我们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心里挺难过的。对啊，真的难。你为什么就情绪那么？就因为这东西没有对错，主要是刚才泽泽他表达吧，你会觉得他真的很用心，就他真的投入很多的感情，不然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表述要把
把这个事情解决。如果真要解决，一次就解决了，不需要一直拉扯。其实我也没有期望什么，我觉得心疼是大过于期待，就有一种很遗憾。对，我相信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其实也会带入自己青春的记忆当中的某一段遗憾。其实像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尤其在年轻人的恋情当中，就是大家不是输给了没有心动，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倔强与骄傲。其实刚刚还有个留言很温暖的，给洛洛的留言哈。对，张哲那个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让人很感动了。可是小葛呢，他好像又被张张拒绝了。我觉得张张他自己也给自己很多的机会去了解小葛，但是他不是那个会勉强自己的人，而且他不想让小葛浪费时间。对，他不是那种能被感动或者被打动的人，他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你怎么样对我都不行。他真的有尝试，对，看能不能够对小葛产生朋友以外的那种情感。好难呀。这样吧，好不好？先把这段看完，我们再决定给谁打电话。好。太虐了。大概知道明天的行程。哇呀！抽出来了，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七彩的民族文化画卷已经展开。明日主题民族体验日，请等待女生的邀请吧。选择你想体验的民族，并邀请一位男生组队拍摄民族风合体 vlog。妈呀！还有一场盛大的民族篝火晚会等着大家。哇！篝火晚会，你选谁？我想选717。妈呀！走吧。关键是我今天跟他说话说的比较死，然后我一选他就觉得很奇怪。洛洛去选小葛啊，很合理。没关系，我就先去找 Pico 去谈，我跟他反正是最后一次机会，单独，这次还没有火花，彻底 over。OK， 好吧，我就这么跟他说吧。那我去找77走吧。看一下篝火晚会会不会勾起火花？贴吧，直接贴吧。哦。贴哪儿啊？贴在这吧。这儿啊。你的好像是男生里最好看的，我给你选的。真的吗？真的。那么这么会选车也选的最好看。这也能夸？这也能夸？我跟你组呗。 OK 啊。Yes。洛洛跟77俩人。说不定他们有机会。走，我们去帐篷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坐吧。没事，没什么感觉，挺好的。真的好吗？感觉好对不起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呀，我觉得挺好的。快塌了这个帐篷。咋了又？但是就像你说，不是让我一直去接触吗？但我确实到今天还是产生不了。咋了你哦？你不应该不开心的是我吗？你看对不起，弄对不起，老师，不是我。现在我要过来安慰你说你别难受了，别难受，然后不应该不开心的是我吗？小葛真的太可爱了。天黑了，快到12点，感觉好像又好了点。哎呀，我觉得，但是说实话，我对你有好感，但并不会超过朋友很多。你让我现在做出来很明显的选择，我确实做不出来。你知道有时候跟你这样特别好笑，就是你有时候刻意做一些你觉得很像追人表达好感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会有点回避，我会觉得不舒服。你比如说，你给我举例子，什么是我追你的举动？比如说坐车嘛，你走我旁边我也不是说不行，我其实就是喜欢一个人躺在整个后车座，我喜欢全都是我自己的地盘的感觉。那你说，然后你就一直问我要不要对，跟我我问你，就是朋友你要问很多遍吗？你要问，你要问，朋友问的，我不能问很多遍吗？那你问了很多遍吗？我不能问很多遍吗？我还问100遍呢。真的不愿，我还问100遍。你就一直问，我可能会有一点觉得你问有点啊。但是你正常的跟我相处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个融洽。我能感觉到你很纠结。
我也跟你，我在留言中，其实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当时说，一旦提起到一点点感情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刻意的回避。对，我是会回避。你就会。不知道这个词用对不对，就是你感觉你失明了，然后又聋了。这个词儿帮你判断不对。失明了，然后又聋了，就是感觉，就是说你的双眼就是得了白内障，耳朵白内障，你不必如此。就是双耳失聪了这种感觉，就是你是 get 到我的那个信号了，但是然后你左耳进右耳出，就是贯通的这种感觉。你蛮会形容的，是这样的，我会当看不见，我听不见，油盐不进的感觉，我懂。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回应，所以我觉得，我就希望是现在以朋友的身份，就是相处，我会更舒服、更快乐、更自然。对，张张很怕传递任何一点错误的信号，对，就也不要给咱们俩太多的压力，对不对？我觉得哪怕你说你觉得那你就想终止，就是朋友就不想做朋友，我觉得也是 OK 的。啊？为什么呀？怎么越说越崩啊？就是现在就是我简洁一下，我把你的话简，你讲那么多，我有点赶紧收吧，混乱，就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对。OK。下次 OK， 没有问题啊。好啊。怎么了？你是很疑惑我为什么回答的这么快吗？啊？要不然呢？我说别以朋友方式相处，求求你了，别以朋友方式相处，赶紧跟我谈恋爱吧，现在就跟我谈，我不谈我死在这死给你看。我要这样子，不是我觉得你这样说，我说好啊，我本来也 OK 啊，太好了，没问题啊。张张这时候就很舒服，他就喜欢这样相处。不错。再见啊，走。接，走了，再见。接。再见，我看看有没有漏打头发，给他，我给他一下子。接。真的不行了。哎呦，那给你了，贴着吧。好了，明天慢慢拍吧。拜拜。小葛又好了。妈呀，这个小葛好加分啊！对啊，小葛只要给一点点甜头就可以了。这小孩多少有点使命感在身上。太难过了，还是很难受。整不会了，小葛。我们聊一下吧。好。今天留言问我的，就是我觉得你俩不是选择的关系。因为我完全没有在你俩之间做过选择，做过比较。就是我觉得呢，我跟泽泽就是刚开始了解可能会有好感，可能，但是到了后面我就觉得，再了解下去，发现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然后我想就是继续发展下去，怎么样下去，不如早早就是结束。然后我今天没有留给你，确实是因为想跟泽泽说明白，然后让我们两个没有压力的往前。但你不要多想，我没有留给你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真的。我觉得因为还是要借这个机会跟他说明白，说清楚吧。我也不想再和他有别的故事了。OK， 了解。而且你也不是被选的那个人，你是我遵从内心最想选择的人，你是我遵从内心最想选择的人。那就行。那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好才选我，这样才行。对，就是你好才选的。
然后那边就我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们以后相处就不要有压力。好。我给你贴喽。好。好，走吧。走吧。哎呀，真真，哎，他叫你。跟你唠会儿。那你先。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去那儿舞。你方唱罢我登场。我都无语了。有点搞笑。怎么了？今天张张，他把我拒了体无完肤。今天又拒了体无完肤。又拒了体无完肤。昨天才，昨天迈出了第一步，今天体无完肤。对，为什么？就是昨天跨出的那一步，然后我今天就问他，我说我坐你旁边，我的意思是想坐旁边聊会儿天。然后他可能以为是往恋爱方面发展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能触碰到一点点。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是我和他嘛，这是友情，这是爱情，这是一个中间线。我这个脚只要这么一点点了之后，他觉得有点过了友情的界了，他就会回避我。但是他明天又邀请我这个。不是，为什么他每天留言都留给你，然后每次都是拒绝？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你俩每天都互留，你是单方面追求，他是单方面拒绝。总结的好，会总结哦。也没有单方面拒绝，就是有的时候半方面拒绝，有的时候拒绝，有的时候没拒绝。哎，不说这个了。那你觉得呢？其实我跟佩佩啊，就可能在今天在车上聊的时候，他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他就是我说的是我跟就是泽泽，就是可能是我不想当备选的，因为咱俩不之前聊过嘛。但是吧，可能我俩都是被动的人，不如就是结束嘛。然后跟佩佩就可能理解错了，他觉得他也是和泽泽被选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在泽泽那边得不到回应了，再选他这边。啊。反正你们就跟着自己内心的决定走就行。对，真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做自己。最好的一句话，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连狗都不选我。你对你最有好感的女生，现在你会跳多少下？其实小峰他的心很小，可能只能装得下一个人。反正是到目前为止，我是真的，我还是对你无法产生朋友之外的。其实从天黑开始，我就是没有什么菜。我跟你一组呗。OK 啊，那贴你身上。好嘞。算是及时止损吧。对，我们俩其实都算是及时止损。我也准备好去重新认识应该去好好认识的人了。哇！嘿，嘿！哇！哎呀，我天哪！咱们先来帮小葛解决一下问题啊！你们觉得小葛还有机会吗？我觉得有，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因为明天是双数日。对呀，只要小葛不放弃，都有机会。对。咱们打给谁啊？我就打给张张。张张，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小葛？那打给张张。可以。按预警，设同款视频彩铃。喂，你好，谁啊？你好。你好，张张。你好，你是外卖的吗？我是怦然心动20岁的外卖。我是大佐。Hello， 张张，我是杨迪。Hello。哎，你好，你好，你好，今天状态还行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棚里观察的时候，发现一个定律，就是只要双日子你的状态都会很好，只要单日子你就会拒绝小葛。过
果有人就是猛烈的追我，我会有一点想逃避。小葛就是想坐到后面来，就有点猛了哈。那现在小葛在哪儿呢？让他接电话，让他接电话。他在哪我也不知道啊。上一次见面什么时候？你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拷问。上次见面，你猜呀？签了保密协议。沈月不聊聊，沈月有点社恐了。啊，我超喜欢他的啊，我也很喜欢你。我让你跟沈月说两句啊。哎，别说了，别说了。沈月害羞了，你快主动出击。他跟你一样，他双日子不行。沈月离开摄影棚了，跑了。沈月，我超喜欢你的，我也很喜欢你，因为我老是在你身上共情。对，看你就像看自己。然后沈月追我们这个综艺追得非常真情实感，你们要小心啊，他一直在查你们的 IP。张张，哎，那你不能说自己的事儿，你说说别人的事儿呗。我觉得小叶跟泽泽跟我相处的都不错呀。那就是佩佩和洛洛。佩佩你们，佩佩呢？佩佩你们相处的也跟我相处的很不错啊，就是我们相处的都很不错呀。那回头如果你们要来的时候，我们会就是看到一些甜蜜的画面吗？你们希望看到吗？当然。当然。那有可能呗，我就不确定啊。行吧，嘴真严，这孩子倔的呀，给你。我不可能当那个漏勺，我跟你讲。行，对小葛好点啊。我对他很好哎。你跟他很好。我对他蛮好的，我觉得。行吧，我听出来什么意思了。希望在下一集看到正常的你，拜拜。拜拜，拜拜。好像他的状态还可以。今天是10号嘛，毕竟。他跟小葛肯定现在是有联系的，我觉得。肯定。只要小葛愿意维持那个友谊，一直是可以的。维持友谊，友谊一直都好难。我觉得人的感情本来就是很复杂，我们其实看的这2天，有一些很开心，有一些会很难过。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判。你看，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小峰的那种一见钟情，有些人就喜欢小葛的锲而不舍，还有一些人欣赏我们新来的同学们他们的那种勇敢。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我们这趟旅途当中的一个全部。还是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拥抱生活当中的美好。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怦然心动20岁》，我们下期再见。参与 CP 连连看活动，为你喜欢的 CP 连线配对吧！每周3、12点会员版进击春日3班，解锁春日3班劲爆游戏局。可以啊。7、8、9、10、13、14、15，行啊。哎，我来一个，来一个。又要分出个胜负了，又要分出胜负，来吧，来吧，来吧，又要分出胜负了，兄弟们。来吧，又4、5、6个。每周4、22点无观察室纯享版沉浸式磕 CP。这个真没放水，这真没放。我下去了。来，你们俩打我们俩。我俩打你们俩，来吧。我来。哎。每周5、12点加更春日3班未播内容集中放送。开车真的得有人是这样讲话，你知道吗？自己在开车没有人讲话，真的很痛苦。你遇到过那些普通人，你们会有压力吗？不会。就如果是我不喜欢，就完全不喜欢的，我就会压力。但如果就是我觉得还行，我就不会有压力，就顺其自然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男孩子对于女孩子那种主动，就会让女孩子没有办法静下来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的。Pico。哇，好好看啊！哇，
雨后阳光出来洒在你脸上，当时我感觉时间和空气都凝固。太惨了！我抱你，我抱你。结婚照啊！有戏呀！笑得我就是看上去有点痛。哦，哇，好美啊！好看。汤唯。啦瑞哆啦啦，咪瑞哆啦啦，哎，对，真的一直在跟老师互动哎。西西你在干什么？天哪，这个慢镜头没想到是用到老师和西西上面。哇，这也太漂亮了！哇，好好看，真的好好看。你也很好看。对，我妹的眼睛比我还大。无法想象，你的眼睛真是很漂亮。他就等你这句话。1、2、3，深情一点，看着对方，感觉他俩有点尴尬呢。我觉得他们俩感觉没火花了。为什么呀？打电话问真真。哇，仙女。我不知道要干啥了。太大了。好甜，好甜。笑得合不拢嘴。我要开始一段爱情的话，那肯定是要涉及到异国恋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在你听完这段录音之后，你能坚定地喊出我的名字吗？就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搞什么？哎呦，烦死了！